王一博生日当天，因为有后援会来应援，就被剧组放了半天假。而肖战最近的戏份都是和王一博在一起，于是他也沾光跟着休息了半天。他凌晨3点才睡，结果早上7点就醒了，躺在那里再也睡不着。前一天晚上，少年是很安静离开他房间的，两人并无争执。但肖战已经快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把少年捧到他面前的一颗真心扔在地上了。他觉得王一博应该快要恨死自己了才对。他甚至有些好笑地想，自己算什么啊？一个快要奔3的18线胡咖而已，一个不敢面对自己真心还要装得云淡风轻的懦夫而已。王一博那样的完美少年，前途无量的潜力股，即将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为什么会锲而不舍地在自己这里找虐啊？自己又凭什么去伤害那样一颗赤诚的真心？好在还有不到20天就杀青了，肖战胡乱安慰着自己，杀青以后他们应该暂时没什么机会见面了。王一博会慢慢出戏，会进到新的剧组里去，会认识新的朋友，到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把他忘了，连带着他给的所有伤害，通通忘了。少年会继续自己星光璀璨的人生，而他不过是他擦肩而过又渐行渐远的路人之一，不足为道。虽然这样的念头每每升起，便会像刀子一样入他心底深处，但他同时也安慰自己，只要不再见面，他也就能逐渐忘记少年明朗的眉宇和眉宇间飞扬的笑意，忘记这一整个夏天的风和风中游弋着的每一朵云。没什么是不能忘记的，只要他想，总会忘记。睡不着就索性起来去了片场。广场上果然已经有粉丝拉起了应援的条幅。肖战远远看了一圈，并没发现王一博的身影。刚准备去化妆间，听到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喊：“战哥！”他回过头去，看见戴着蓝战头套、穿着运动服的王一博快步向他走来。不知为何，他突然想到昨晚那个异常柔软的吻，心跳与想象同时加速，居然让他有点不知所措。然而少年浑若无事地伸手在他胸前捶了一拳，朗声道：“一会儿去餐厅啊，好多好吃的，蛋糕、饼干，还有你最爱的薯片。”少年表情平静，眼中却有浓浓倦意。肖战忍不住问道：“你怎么没多休息一会儿？”“我答应了粉丝要搞直播，只有上午有时间。”少年说完就抿着唇。肖战知道这是他不开心的一种下意识反应，不由关心道：“怎么了？直播不顺利吗？”王一博只是摇了摇头，没有讲话。他大概猜出来一些，试探性地问：“被 diss 了？”少年垂着脑袋，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眼神有些无助。“我是不是很不适合演蓝战？”他刚认识王一博的时候，只觉得这是个不肯轻易在人前示弱、自信又洒脱的狮子座少年。然而近日里，他却越来越发现这只小狮子柔软的一面，感受到少年内心远不是外表所展现的那么生人勿近，那么无懈可击。越来越多的时候，少年会像一只有点委屈的小狮子一样，静静待在他身边，而他只想用下巴蹭一蹭小狮子毛茸茸的脑袋，顺一顺它柔软的毛发，仿佛这样很短暂的细小时刻，已经足以给两个人带来慰藉和安宁。如果你是问我，我觉得没人比你更适合演蓝战。他很认真地回答，而且我不是到现在才这样觉得，而是在片场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很像。少年终于腼腆地笑了，问道：“哪里像？”“气质、仪态都很像。”他说：“你就算不信我说的，
也该相信导演和编剧的眼光，他们是最了解这部作品这个角色的人，怎么会找不像蓝忘机的人来演蓝忘机？你又不是走后门进来的，对吧？少年撇了撇嘴，低声说：“可是好多人骂我毁了蓝忘机，嗨，我还收到好多私信，说我这么老也好意思演10几岁的可爱线线，问我是不是梁静茹给的勇气呢？然后你知道吗？我就开始单曲循环《勇气》，听了7、80遍，真的更有勇气演线线了。”讲完了玩笑，肖战正色道：“我觉得我们尽力把自己的角色演好，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顾虑太多反而会影响状态的。”王一博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了。”生怕少年还是不能释怀，他又说：“以我混饭圈10几年的经验来说，有些人就是为黑而黑，无论你做到什么程度，他们都不会认可的。对于这种人呢，无视就好了。”少年抬眼看他：“肖老师追星啊？”孙燕姿啊，想了想，他又补充道：“有段时间还很喜欢吴世勋，哈哈。”王一博从鼻子里笑了2声，怪不得一口半调子韩语。他抱拳恭敬道：“还请王老师多多教我。”少年转身就走，让吴世勋教你去。哈哈哈，开什么玩笑，人家也不认识我啊，我也不认识。别啊老王，生什么气呢？真是，哎别走啊，阿一谷王老师我错了。直到晚上开始继续拍天子笑的戏份，两个人都被薇娅吊着坐在房檐上的时候，少年还在耿耿于怀，问他：“你为什么喜欢吴世勋？”肖战随口回答：“觉得他挺帅的，跳舞也好看。”肖战抬手一指，高声道：“老王你看，有颗星星，这2天都没有太阳。云层很厚，他们拍戏的地方又在山里，并不像城市有许多灯光照亮夜空，因此夜幕显得十分厚重，夜色浓稠如墨。然而还是有一颗星星顽强地透过了云层，隔着未知的遥远距离，被他们看到了，很大，很亮。”王一博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喃喃道：“为什么只有1颗？”他说：“其他的可能被云层盖住了，又或者不够亮。”少年脸上的神情突然落寞下来，仿佛自言自语：“那他很孤单啊。”“怎么会？我们发现他了啊。”他刻意让语气变得欢快：“你知道为什么星星会发光吗？那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少年侧手看向他：“那你找到了吗？”夜风有些凉，2个人白色长袍的衣角在风中温柔翻飞。他定定看着少年的眼睛，微笑道：“这不就找到了吗？”少年复又抬头去看，这颗导演在下面喊：“让他们换个站位。”2个人小心翼翼地站起来，亲身体验飞檐走壁。他脚底一下没踩牢，身体晃了一晃，身旁少年已经眼疾手快抓住了他的手臂。其实他们背后吊着薇娅，就算踩空也不会掉下去，但王一博还是很紧张似的，始终牢牢抓着他，直到2个人重新坐到了新的位置上，才终于松开他的胳膊，下一秒却握住了他的手。肖战本能地怔了一下，没挣开，索性随他去了。少年的手很大，手指修长到骨节分明，可以稳稳圈住他的手，手心温热，缓缓向他身体传递着暖意。他心绪纷乱，只是随便找话来说：“老王，你为什么那么小就离家出走去韩国啊？”“谁离家出走了？”少年翻了个白眼，复又正色道：“因为我喜欢跳舞啊。”他不由啧舌：“那你这个喜欢真的坚持了好久哦，这也算久吗？还不到10年。”
少年转过头笑着看他，眼中如有碎星闪耀。我这个人很轴的，12岁认定的事情，到了81岁也还是会坚持。他竟然在那双眼睛里看见清晰的自己。少年冲他扬一扬脸，笑道：今天我生日，我要点歌。他也笑起来，柔声问：行啊，你想听什么？少年想了又想，最后只说：我也不知道，战歌随便唱一首吧。于是看着那颗孤星，他唱起了孙燕姿的《科卜勒》。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原来人们之所以要找到自己的那颗星星，是为了找到指引，像是原本漆黑一片的路上突然有了光，自己不用再失所流离，借着光去看路的远方，即使依然望不见尽头，却足以生出勇气去面对未知的命运。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当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他没有告诉少年，其实自己早就认识他，一直以来他都很喜欢吴世勋。然而有一天，他关注到一个新的韩团叫 Unique， 里面有个一头金发，笑起来比女孩子还要漂亮的小男生，跳起舞来像发着光的星星，让他不由感叹，原来我们国家也有这么强这么耀眼的男孩子啊，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所以其实是自己先认识他的，也是自己先喜欢他的。关于蓝湛的选角结果，得到导演通知的时候，他竟然有一瞬间的恍惚，只是觉得不真实。那个发着光的少年会站在自己面前，成为自己的搭档，真像做梦一样。在剧组第一次见面，编剧怂恿他去跟少年说话，他面色平静如常，却只有自己知道，紧张到连手都是冷的。挂在天上放光明，反射我的孤寂。唱到最后一句，四周围的嘈杂声仿佛都安静下来，脚下是茂密竹林的影子，疏影横斜。被少年握住的手心已经有了微微的汗意，而他心中突然生出一种许久未有的韧性，又或许他早有预谋，不过是一句在脑海里重复过无数遍的歌词，是被自己改动过的，又在心里唱过无数遍的话语。那颗发着光的星星，有着总能让他看见自己倒影的明亮清澈的眼底，和可以把他牢牢牵住的温暖干燥的手心，提醒我深爱着一颗寂寞的星星，很遥远，却也触手可及。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银河，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粼粼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那蓝的微热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当你沉浸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反射我的孤寂，提醒我不是带着一个寂寞
的星星。